我叫叶安，叶天文的后人，却偏要踏一条最冷门的全修之路。他们说全修是废物，是战场边缘的累赘，可我偏要让这朱雀之火淬炼出最硬的拳头。父亲战死的怒吼在耳畔回响，爷爷被打碎根基的野忍刻在骨血，现全无回头的圣灵，暗中施办的阴招。剑修的剑意再快，还不过我眼中放慢10倍的世界。从默默无闻到震撼三级，我走过的每一步都踏在荆棘之上。他们说我被命运定义，可我偏要用双拳定义命运。他们说强者需天赋加持，可我偏要证明真正的强者，仅凭一双拳头便能逆命而行，护万千。命运若敢挡我便以双拳碎之。剑修转之后能获得可成长剑意、灵巧速度、杀力任选，同等境界的全修，在剑修面前不堪一击。火之能者，这可是剑域内最广泛的路径，入门即可随机获得一颗元火核心，绝对是全面发展的全能战士。就业范围广，炼丹师、炼器师都得求着合作，比全修强10000倍。看，这才是最适合你的职业——战场策略师，简称战策师。门槛极高，但你有3年战场经验，即使你天赋又突出，完全能踏过门槛。转职后能得强大传承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你想好了吗？要转哪个职业？全修。战场上哪个将领愿意要攻击距离为负数的全修？连普通人都知道。武功再高，也怕锋利的兵刃。全修这种没有攻击范围的职业，跟其他职业相比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你上过战场见过全修吗？生活里见过，新网上见过，真是上压根没全修的生存空间。人界高层都在考虑取消这个转职。我当然清楚这个修炼路径在现在有多不受待见，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，联盟却迟迟没有取缔这个方向，说明它一定有其独特的力量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其二，每个职业都是一条赛道，选的人越多，对手就越多。你说的那些职业赛道上都人挤人，我选全修，没人跟我争资源，多好。哈哈，你真是个小天才。这职业没人选，不是因为厉害稀有，是因为没用。天赋多逆天呐，能在梦里修炼，能放慢世界速度，天生就是战策师的料。后期在长城俯瞰战场，看穿敌军破绽。你非要选全修这个废物转职，更何况你是意念师，全修是武师的转职，转职之力跟你天赋根本冲突。我劝了你整整1年了，你非要选全修，把自己一起搞砸是吗？我有必须选全修的理由。什么狗屁理由？是不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？告诉我，是不是？有一部分这个原因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都是因为你爹是那个废物全修。如果他是一位枪修、剑修，以他的天赋，那天完全不可能输。为什么我这条腿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你爹妈8年前会死在战场上？我也就不用去为了救他们，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，只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也没能把你爹妈救下来。你又不是我儿子，你想选什么职业就选什么职业。你要等到你心爱的人因为你的无能而死去以后，你来我面前哭，说你后悔了。老李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练拳才是男人最大的浪漫。是的，帅才是一辈子的事。现在你帅死了，满意了吧？就算被叶安记恨也没关系，转职那天一定要把他打晕，帮他做出正确选择。我不想再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这沙袋对剑修而言一剑可断，对枪修来说一捅就破，可对全修却要打10年才能打爆。这就是全修与其他职业的差距。拳头不只是一种力量，更是一种信念。
这种信念很难形容。但当你站在对手面前，握紧拳头，摆好拳架，开始滑步的时刻，你一定会感受到。极限闪避很爽，沙袋卷起的清风是闪避成功的嘉奖。哥们儿就喜欢玩刺激的，爽。这些话都是你爷爷教我的，没看出来吧？你爷爷跟你奶奶也都是全修，除了你母亲以外，我们叶家都是全修。我叶家代代都是全修，你让我选什么转职？废话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无论打拳这件事有多爽，拳师的战斗力真的都不如其他职业。可爽全部就是用来打碎命运这座大山的吗？我相信一定会有某一种天赋或者拳法，把拳修这个职业带到世界之巅。我跟很多人说过这一点，但我始终认为，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跟奇迹一样了不起。比如说我。可是，如今这个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。小时候就好奇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树，偏偏长在我家后院。然而，这棵老树与这座木屋都有几千年的历史。登基之战首功之臣叶天问的故事，就是从这间屋子里开始的。万年前，7代人王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天赋改革，新增了一个名为无限级的档次。这场改革使人族内部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可现在多出了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无限级，抢走了他们的资源、地位，一场内乱就要来袭。的7代人王正值巅峰，以强硬手段压下了这一切。直到改革300年以后，一些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无限级终于成长起来，他们兑现了人王的期待，在战场中展现出比 SSS 级更有统治力的表现。人们以为一切都将走向美好，可未曾想，人界内斗的高潮时刻才刚开始。人族高层意识到，无限级不是闹剧，他们真的能威胁到我们的地位，所以内乱开始了。人族被强行分裂为两派。在诸天的地位急转之下，鬼族与魔族虎视眈眈，欲要联手吞并人族。人王一人难以抵挡这一切，可后来人族突然太平了，我们看不到过程，只能看到结果。最后7代人王赢了，没有人再敢质疑无限级这个档次存在的意义。之后一位位无限级天才横空出世，把人族重新带回巅峰。时间验证了7代人王的决定，伟大无需多言。这是前因，人王万年前种下的种子，在往后的日子里逐渐发芽，开出了灿烂的花。但直到6000年，这颗种子才终于结出甜美的果实。那颗果实便是叶天问，我们的祖宗。他从小就清楚，自己之所以能享受最好的待遇，是因为自己是无限级。倘若人王当年没有做出改变，这份奇怪的天赋不会被人关注，自己也不会拥有这一切。叶天问深爱着人界，也无比崇拜人王，他一步一步成长。许多人向人王谏言，最好潜龙在渊，但也有人站出来说，人族飞龙在天的机会就在今朝。这个人便是叶天问。后来发生的事，你的教科书里就有写了。叶天问是我们的祖宗，你身上流淌着的也是他的血，曾经天下第一战测试的血脉，他与你有着相同的天赋梦想。接着我要跟你说第二件事，听好了。我们都知道登基之战落幕的最后，人族出现了叛徒。叶天问没能看到人族登基的画面，被那位强大的叛徒暗杀。人王把代表着人界最高荣耀的史诗勋章放在他的墓里，与他一同安葬。叶天问生有两子，一位继承了他的智慧，名为叶无测，
另一位继承了他的勇敢，名为叶火飞。勇敢的叶火飞并不喜欢战策师这个职业，更想成为武师，所以与叶无策分道扬镳。他对父亲留下的财富也不感兴趣，只要了一份，就是这间祖宅，这便是我们的源头。叶无策则分走了大部分财产资源，在高天域长大，用叶天问的名声迅速壮大势力，这便是现在高天域叶家的源头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两脉相安无事，可在你12岁测出天赋梦想的那一刻，他们坐不住了，因为叶天问的遗书中留下了一份传承，只有与他同样血脉，才能开启。同样拥有梦想天赋的人才能打开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高天玉叶家急了，他们来到了天水城。那时候你12岁，我让你出去玩，家里只剩下我一个老人。他们只跟我说了一点，拥有梦想的你，如若不放弃战策师这个职业，他们便会让你消失。这一切本该由你的父亲告诉你，可惜燕儿早早牺牲。我也想等你成人以后再与你说这些话，但爷爷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这场人生的旅途要到站了。我们叶家一直没有传宗接代的执念，都看缘分，也没想到能传这么多代。所以不要被强权的威胁动摇自身的意志。你是谁？我叫叶少书，严格来说是你的弟弟，学籍天水高中，还未转职。奶奶在你7岁时寿终正寝，父母10岁战死，爷爷半年前去世，所以你是一位孤儿。12岁那年测出无限级天赋，有强者前来接你，让高天宇修炼。2岁到18岁，这6年是修道者的黄金岁月。你龟缩在这座小城里，没有接受最好的教育与资源，这意味着你与我们这种人已经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。这大概是因为你爷爷早早告诉过你，如果想成为战策师，你就没有以后，所以你很听话，放弃了无限级应有的待遇。可你又很奇怪，与天水高中校长做了交易，所有能拿到的最好资源都给你，而你要在今年的超级高中联赛上为天水高中而战。3年前你开始进入67战区上阵杀敌，这些年你积累了很多战功，换取了不少资源，所以境界还不算低，这让我有些费解。你到底想如何？当废物就彻底一点，别让大家都难办。你说错了一点。哪一点？你是我弟弟，所以我不是孤儿。毕竟有了你这位与祖先同样天赋的家伙加入，我们叶家的名声将会达到下一个巅峰。你比我想的聪明，可外人就是外人。我饿了，煮点东西，你吃吗？我在威胁他的生命安全，他竟然在这里面。如果你有任何轻举妄动，我会立刻杀你。你不会杀我的。别威胁了，你不敢杀我，因为这里还有第3个人，你记得的。要我也给你煮一碗面吗？不用。在我醒来前5分钟，你就到达我的房间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第一时间清醒，而是5分钟后才醒来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根本无法对你造成威胁？你是害怕他，所以才醒来的。可笑，我杀你，不过是一个念头的事情而已。你甚至还开了一下我的冰箱，并没有第一时间来找我。你喜欢吃冰淇淋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冰棍有几根我很清楚。我们的命运从出生之时就已经决定了，我注定是下一任高天域叶家家主，统帅3000虎狼军，而你只是一个小城市的普通人，无论再怎么努力，也永远无法翻身。如果你安安心心做你的小老百姓，你一定能活。可如果你还妄想飞天，那你一定死，这是命运，你没得选。不，我有得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这么闲情自若，大概是因为你不懂叶家的能量。我捏死你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。是啊，他晚了你5分钟到，这5分钟你为什么不动手？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捏死我。我想你们叶家为了这5分钟的时间差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吧。我是叶天文的后代，有着与他一模一样的天赋，在战场上能够洞悉敌人一切行动的那位祖先，我不至于连你都看不穿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一口一个我们，说明你也不想当叶家的大少爷是吗？
今天既然杀不了你，那我多说也无益。你女儿的病还是治不好吗？治不好的病叫命。不愧是大元帅，有没有想过提携一位后辈接您的班？到时候您有大把时间治疗隐疾，多妙！我也看中了一位不错的晚辈，叶安。你收一收自己的天赋，有点冷。对不起，我尽力。啊，你怎么吃了？你不是给我吃吗？啊，我只是让你看看而已。所以你从小到大吃的东西都是冰冻的吗？父亲可以做出不被冰冻的食物，但只要我吃入口中，又会立刻在我的喉咙里变成冰。所以我的确没有吃过热的食物。如果我的父亲强行给我全身升温，我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副作用？冰皇帝。什么？人间最强冰元素？我的父亲告诉我，我的冰皇帝比历史上出现过的更强。他说我可能是诸天最强的冰元素。你为什么会来我家？你是叶天问的后人。叶天问与我父亲是生死之交。叶天问嘱咐过我的父亲，如果他死了，要照顾好他的2个孩子。所以你对面的邻居就是我们家的人。你这一脉世世代代都在我父亲的眼中，但他很自责，没有保护好你的爷爷。6年前，你的爷爷被高天玉叶家的人打得根基破碎，不然以你爷爷的境界，不会这么早去世。所以他发誓一定要保护好你，所以派我来了。你确定他们家的人真的对我爷爷动手了？这是父亲的原话。你为什么突然这么激动？你就当我是神经病。你不是，我才是神经病。为什么你这么说自己？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这么说我，后来他的爸妈拉着他给我道歉，他的父母还跪下了。所以你从小到大都没睡过觉？是的。你不困？困。那你为什么不睡？冷，睡不着。10几年没闭上眼睛睡过1秒钟，这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日子。你醒了？你没睡着？只是冥想。叶家再次扩大版图，与周家达成协议，获得第2长城所有战区指挥权。魔族无限级天骄凯尔斯向人族宣战，3天后抵达第7长城第1战区边境线。谁会接战？超级高中夏日联赛即将开启，取消团体战，仅设个人战。此次战区冠军奖励升级，除基础资源外，额外获得4神兽祝福及4份无限级资源入场券。本次联赛让利百姓，所有高天域世家子弟将门之后均不允许参赛。进化叶分优秀、卓越、完美、超凡、无限武当、无限急需随机异变，10万份未必能出1份，只能听天由命。拿到无限级进化叶再破镜，技术会更扎实。联赛报名2天后开启，我一定要拿下冠军。你是不是从小就用无限级进化叶？进化液是什么？就是进阶的时候需要的一种散发着彩色光芒的液体，你用过吗？我没有用过你说的那个东西。父亲说我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修炼不需要任何资源，只要活着，境界就能自然提升。啊，这是什么逆天的天赋？可是我进境速度比别人慢。那你可以一边吸收资源，一边自然修炼，双倍速度呀！我无法吸收。你很需要这个东西吗？有你保护我的安全，对我来说已经是意外惊喜了。我不能再向你们索要任何东西，更何况还是这么贵重的物品。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拿回来。能直接拥有，为什么要浪费力气？我爸跟我说过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价格，最贵的永远是免费的。他说过，努力是最小的代价，只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，所以付出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，就不要付出其他未知的代价了。对了，你要在我身边待多久？我父亲没有叫我回去，我就一直待着。也不上学？
我只上了小学1年级半年，后面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了，一直在家里面待着。从小到大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。父亲有时候也会回来，不过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人的。没有焦虑，没有压力，也没有快乐，还承受着无人能感同身受的寒冷痛苦。人有自我意识，有想法，有情绪，可季青什么都没有。你之所以这样，不是性格缺陷，全是因为天赋，因为冷，对不对？我的父亲有许多朋友，他们都可以改变他人的意识，可是他们无法与我的精神世界接触，因为我的精神世界也是一片冰地。如果使用强硬手段破冰，我会死。梦想竟是独一无二的，大元帅必然清楚，梦想天赋开发到后期的奇妙。你来我这里之前，你父亲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吗？如今人族所有强者都对我的病束手无策，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叶天问。如果叶天问还在，一定会有办法，但他不在了，可你出现了，一个与叶天问拥有同样天赋的人。你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你的父亲最终选择了他最信任的人，或者说天赋。但我能明确告诉你，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救你。没事。你说我是你活下去的唯一希望，是什么意思？还有2年07天。10年前，我的父亲请一位老先生帮我续了10年的命，如今是最后2年。什么？你是说你的这种状态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吗？并不只是10年前，实际上出生之前就已经凝聚，母亲还未等到10月，我体内的力量就已经开始暴动，母亲便为我提供营养，盯到10月。因为我还未成为一个完整的胎儿，即便把我生下来，我也活不过1天。所以母亲想了一个办法，用自己的命换了我10年的寿命。待到我能够睁开眼睛看清世界以后，母亲已经离世很久。很久以前，我就习惯了这种寒冷，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也是我无法摆脱的枷锁。你为什么觉得你就不应该出生？在高天域的历史上，出现过许多与我相似的人，他们与我一样有很好的天，这样的情况被称之为命定的缺陷。无一意外，他们都早早离去。父亲说治不好的病是命，从一开始我的命运就已经注定，没有人能治好我。即便我的父母是非常显赫的人物，都无法敌过早就已经注定的命运。我能敌过早已注定的命运。我的父亲跟我说过，在这个科技发达、充斥着各种奇妙能力的时代里，拳头显得十分单薄脆弱。人类的双拳是一份早已被抛弃的力量。人类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能依靠的只有这双拳头。人类故事的开始并不是烽火雷电、刀枪棍棒，是这个人类永远只能是低等文明，这就是我们的命运。如果他们是这么想的，现在就没有这一切了。这些不是拳头带来的，但却是从拳头开始的。拳头不只是一种力量，更是一种信仰。这份信仰叫做：我不相信什么东西是双拳无法打破的。我从不认为有什么命中注定的命运。你呢？最土也最有用的方式是呐喊。我要听你说，我想活下去。抓住我的手，看着我。你的母亲用自己的命续了你10年的命，你的父亲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，又给你续了10年的命。他们要你活下去，去看这世间万物的美。你太有资格活下去了，没有什么老天爷能决定你的命运。季青，活下去，听到了我的声音了吗？因为你想活下去，而我的天赋就是梦想。我想活下去。大声点。我想活下去。再大声点，要让命运听见你的声音，让他畏惧。冰柱开始碎裂了，18年了
事情终于出现转机了，希望降临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没那么冷。会舒服一点吗？会。或许拯救他的第一步就是提升他的体温，将其控制在正常范围左右。我有办法了，陪我练拳。好。你学我的动作。那种热度正在身体里流动。生气起码是一种情绪，而要想成为真正的人，首先得有七情六欲。他稍微动用一点元素，也不会这样。竟然完全靠肉身硬抗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姬青有情绪，只是很淡，需要被激发。他的体温越高，生命力就越足。但他曾说过，全身升温会有生命危险。这样真的可行吗？我打完了，没什么难的。重要的是，你现在觉得自己怎么样？我好像不是那么冷了，舒服了一些。咱家最不缺的就是沙袋，500斤、1000斤、1500斤，慢慢打。你一点武士修为都没有吗？有。我的冰会冻结我的身躯与精神世界，时间越久，我的冰越强。如果我的身躯与精神世界不够强大，我就会被彻底冻死。所以这就是你的病因。只要你肉身与精神境界比你的冰要强，你就不会冷了吗？不是，那只是表象，病因在灵魂。曾在梦境中创造冰河世界，全身冻僵时根本使不上力，这就是姬青力气小的原因。他太冷了，必须拼命修炼肉身，才能拥有正常人。梦想是大后期天赋，如今已能在梦境中修炼肉身，未来必然能借助梦境提升境界。梦境时间流速是现实的10倍，至高之权是底气。梦想是资本，3项同修，让我无惧任何敌人。难怪你不穿衣服，穿着这身衣服有点不太好出手。你从小到大就只上了半年小学，其他时间都没有与外面接触。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对啊，他真的完全没有生活常识。那你平时在家都干什么？发呆，从小到大。不无聊吗？无聊，但很疼，不想动。你父亲没有教过你什么吗？没有，父亲很忙，大部分时间都不在，出现的时候也只会带我去找医生。唉，反正你不能随便脱衣服，身体是不可以随便给别人看的，这叫做隐私，只能私下里做。可现在就是私下吧，周围没有外人。反正跟我在一块儿，你就听我的。你先自己练一下，不许随便脱衣服。我去楼上给你拿一套。应该能穿，不过还是得给他买几套女士专用的运动服。体温高了就会这样。要是我害死了姬青，他爹会杀了我吗？但其实无所谓，如果不能决定怎么死，
那起码要决定自己怎么活。他昨天晚上不是睡过觉了？怎么现在又睡？世间最美的东西是生命力，大自然的壮观便源于此，对人类有着本能的吸引力。你去哪儿？干什么？我要出任务了。我从小生活在这座小城市，这里的资源养不起我这尊无限级。我必须加入军队，完成各种任务，用积累的战功兑换资源。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好丑。没办法，我从14岁就开始出任务。一个14岁的孩子，在罪犯眼里没有任何压迫感，他们只会觉得好笑。人们不信任太年轻的人，有一种奇怪的年龄崇拜。在这种风气里，我要想做点什么，必须得遮住脸。出现了一个魔族奸细，他去炸银行了。刚刚对方抓着一个人质，点名道姓要见鬼灭。可是城内的禁卫军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军方，他们的狙击手擅自行动，还射偏了。借奸细破罐子破摔，炸掉了银行。目前死伤人数不知，但那魔界奸细抓着人质跑了。对方在高速移动，人质还是个孕妇，不好办。知道了，告诉所有人，不要轻举妄动。等我。跟你一起去。你在家里待着，不要出去。你刚刚还答应我，要听我的话。我得保护你，这是父亲留给我的任务。你距离我太远，我保护不了。你觉得我很弱吗？老实待着，走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魔族为何找我？为引我现身以报成重奸细，值得吗？我不过是前线军人监制安管，纵使斩杀魔族众多，也不至于让他们如此兴师动众。来，都来抓我啊！孱弱的人类，来抓我呀！谁能弄死那个奸细，谁就是我爹！银行已经死了3个人了，再死人我怎么交代？那城主在干什么？为何全城兵力都在北城区？这很可能是调虎离山之计。抓到了没？那个魔族奸细抓到了吗？对方手里抓着人质，还在高速移动。狙击手已经射偏了，现在大家更不敢轻举妄动。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射偏？那天戏身上是4阶魔纹，不是射偏了，是他反应太快了。如果早点上暴君区，让专业的人来处理，肯定事情闹大，我也没好果子吃。鬼面呐，让他下来！4阶魔纹很贵啊，专门用来对付我这种小人物，不值得吧？真是可悲的蠢货，竟以为我真的会给你人类好处。傀儡死了，正主来了，所以是你找我。是的，我叫西多，你们大可以开枪，反正这具身躯倒下前，我带走一个普通人的命，易如反掌。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，2条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想救他吗？第一件事很简单，摘下你的面具。他为何偏偏要求摘面具？我花4阶魔纹对付你，因为你是人族超级大天才。人类潜能者的清洗名单按照能力等级划分，我已经让预言者算过了。离我最近、最有机会杀的天才在哪儿？答案呼之欲出，是你。魔纹才几个钱呀！你有无限级天赋的家伙是300万战功！来，大家看看这张面具下年轻的面容。想办法吓他一跳。我
开枪狙杀他，不要被我的脸吓到。可笑。你不怪我吗？怪你什么？没事，事情解决了就好。那你以后去哪里都要带上我。你太弱了，刚刚差点被炸死。带上我，我能保护你。你爸有教过你怎么战斗吗？没有，可是他说过，我不需要学战斗，我生来就是战士。你没练拳，体温怎么升高了？在看到你遇到危险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我很激动，一下子就热了。这叫做肾上腺素爆发，有意思。怎么了？臭小子，怎么把耳机给摘了？奸细有2位，少城主被抓走了。城主运气不错，刚好有一位与你同为无限级的人族天才路过这里。除了这位怪胎，其他无限级会是什么水平？你连境界都没跟上，去找人干什么？李家辉已经完成任务，正在送人质回来的路上。怎么了？你感觉他厉害吗？很厉害。我呢？不厉害。在当代人界天教里，他至少能排进前3。我呢？你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毕竟你连境界都没赶上他们。所以他到底是谁？无限剑质，李贺。你15岁上战场，3年战功很高，但他的战功是你的2倍有余。之所以差距这么大，是因为已有3位 SSS 级魔族天才死在他手上，并且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实力。我的老朋友说了，李贺跟你一样是个神经病啊。他的天赋是无限剑质杀伤力，以后的话只转成了直修。无限剑质转至直修，他有病吗？直修比全修还难，转剑修不就无敌了？你们这一代谁能懂？你也知道无限剑质转直修是神经病。那你梦想转拳师就没病吗？话说回来，刚刚你就孕妇的那拳是怎么打出来的？以前没见过你用这招。这就是我选择全修的理由。我是天生的拳手。是吗？不是你那几个叔叔教你的吧？跟张叔他们没关系，这是我自己的本事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他身上怎么会有香味？之前咋没闻到？没运动，也没激发肾上腺素，体温怎么还上了？约莫25.5度。命牌刚才裂了2-3下，破损0.54个点；冰珠也裂了几下，破损0.36个点，怎么慢了？叶安啊，虽然没见过面，但你又是我心里元帅位置的后继者，你就是我的女婿，人族未来的顶梁柱，你要加油啊！你想要这片天，老子都能给你。姬青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病弱妹妹，而我是个人，不是畜生。记得全出7分，留3分。定妆下盘是武士的一切，站不稳，一切都是败下。
力量不是最重要的，拳师的灵魂在于灵动，要晃起来，要快要闪，要找准时机，而不是傻乎乎的直拳。看好了。若是你施展超大范围的力量，我或许束手无策，但元素师的弱点太致命，你现在能拿我如何？我一定会赢你，仅凭双拳。体温已达28度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了许多。体内升温会死，那你现在难受吗？可我宁愿保持这个状态30天，也不想像个毫无生气的躯壳一样苟延残喘。如果你真要死了，跟你爹说一声，他要是一气之下把我拍死，那可糟了。儿，听说你明天就要转职了，真的决定转战测试了吗？我知道你的天赋的确是完美的战测师人选，可是你的背景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呀。是练拳，我会专心练。谁说我要转战测试了？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，他说他现在就去接你。谁？你们能保证叶安一定能进入这一届的人王殿？我不喜欢开玩笑的。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。是第一战区的事情。魔族那边的人已经到了，应该今晚就会打起来。让叶安去看看。不能让他见到那些无限级的对决，这会让他的道心出现裂缝。太早见世面，未必是一件好事。在叶安无忧无虑玩耍的这6年里，其他人一直在努力。拳头这种原始的东西，早该被淘汰了。我跟你一起。不用了，你就在下面安心练拳就好。不要！我听到你心台里的对话了，有人要用强硬手段逼你转战测试，你有危险。没有人敢动。小安，好多年不见，长这么大了。还有朋友，殿下好。你们聊。转拳修呀，现在转，我的能力比较强，可以在转职之力附上一份技能。这是我跟你父亲、我师父，还有万千拳师同胞们共同的心血，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最高的山。这份技能很强。不，我能肯定，这份拳师技能是整个人界最好的，只不过不完善。正因它不完善，还有很大潜力可以发掘，才被我称为最好的。事到如今，我们还没有能力把这份技能补充圆满，仍在前进的路上，前路还很漫长。我们一起努力，补全这份有机会让拳师站在世界之巅的神迹。对了，你的天赋暨梦想一定可以帮大忙。你说话什么时候这么小声了？声带落家里了，还是怕被我听到？用梦想来练拳，你真是蠢得不忘初心。叶安是天生的战策师，在场的各位都清楚，他身上流淌着谁的血液。他不转职战策师，会是全人界的损失。那你知道叶家要杀他吗？你拉拢他，就是与叶家为敌。叶无策并非战策师圈子里的人，不过是靠着父辈余英张牙舞爪的纸老虎。他不继承父亲的责任，也没有父亲的能力，只会龟缩在高天域里教弄拳术。没人看得起那种人。战策师是人界的骨干，叶家不过是个毒瘤，他根本不可能撼动得了我们。我可以向殿下保证，叶无策要是敢对叶安动手，我们就让叶家消失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群体？
竟然能说出让高天域超级世家消失的话。殿下，此事关乎人族未来。人族的未来要他一个这么弱的人来承担，那还要你们干什么？殿下，恭喜您久病得愈，但关于叶安转职这件事，我还请您不要插手。这片天下除了叶家，所有人都希望人界能再出现一位叶天问。那年祖师能率领残兵败将，赢下登基之战。如今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畏惧？只要血还热，心还在跳，我们就能把这条路再踏出来。叶安就有可能率领人族超越鬼界、魔界与神界并驾齐驱。不只是我的意思，亦是大元帅的意思。我今天会来，不仅代表着战策联盟的意志，也代表着您父亲的意志。这是父亲的意思，怎么办？没人能忤逆父亲，难道叶安必须转战侧师？别紧张，别慌，交给我。不，这是我父亲的意志，没有人能抵抗。秉烛碎裂速度比命牌还快0.26个时辰，青青的情况在好转。交给我，不用为我担心，我暂时不会转战侧室。我想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练拳。听清楚了，练拳是没用的。你的那双拳头无法对敌人带来任何伤害，你练个剑我都可以接受，练拳我接受不了。你接不接受关我什么事？人族培养了你，你没了解过我吗？我何时拿过哪怕一份免费的资源？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用实实在在的战功换的。我不欠你们什么，有问题吗？知道了，在路上了。梦想转职拳师，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吗？愚蠢！我都练拳了，蠢一点很正常。所以你清楚拳师在战场上有多没用？那是其他拳师，不是我。在同境界中垫底，这就是你的未来。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我的未来会比他强，毋庸置疑。这世上没有那么多被老天爷眷顾的人，恰好我就是。还真有。不过一个蓄力型的天赋，在战场上也是无用的东西，没有人会留时间给你蓄力。我上过战场。也叫战场？你瞧不起我们天水城的军人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说出来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。就你刚刚那句话，其心可主。为了赶时间太急了，人一急就会犯错。第8战区首席战策大师。迄今为止参战138场，138胜0负，伤亡比为1比4.2。前100场战役为67胜33负，伤亡比为1比1.5。叶安，你明白这一串数据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吗？哼，我就说了，你的战场事过家家，又怎么样？老子的功绩足以让任何人闭嘴。以资历压人，这就是你这位首席战策大师的水平。这手段的确不好看，但有用就行了。战策师的任务，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。大元帅，您突然，我给你3分钟的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。那个第1战区那个事情，对，处理完第1战区的事，立刻回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在这之前，你把星台交给我的女儿晴儿。晴儿那个梦辰怎么了？他欺负你了？别帮你出气。
他要逼叶安转职战策师。叶安不喜欢战策师这个职业，别听孟辰胡言乱语啊！爹不可能逼迫叶安做他不想做的事情。晴儿，你就记住一句话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爹都支持你。无论叶安提出什么要求，爹全部满足，只要你开心，什么都行。爹下达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指令，你立刻跟爹联系，绝对是有人扭曲爹的意思。晴儿，你要相信为父啊！那我挂了。走，别说话了，走。为什么要这么难过？你帮了我，可我不仅没有保护好你，反而还给你带来了麻烦。怎么会冷得这么厉害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这么难过？你难过，不就是因为你觉得没有你，我自己一个人不行，我会遭遇困难，会受伤。在你还没出现的那些年里，我一直活得好好的，不会因为你一来我就会怎么样。你也看到了，孟辰嘴皮子功夫说不过我，旁边还站着一个张三丰。你觉得我会出什么事吗？如果只是孟辰，没事，可这是我父亲的命令。原来是因为孟辰提到了他父亲的意思，所以你不相信你的父亲吗？我觉得你不应该难过，而是应该跟父亲联系一下。他付出了那么多，怎么可能会伤害你？难道你父亲也是神经病？他不是，我是。怎么了，晴儿？我要3份4阶无限极净化液，3个不同职业。没问题，送到叶安家对吧？对，对不起，父亲，我应该相信你。爹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健康的活着。记住，爹是人界的大元帅，爹能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。不可逆的损伤，竟然在愈合。完事了，联系我。不要拒绝。你帮我变好了一些，这就是你付出的，而这3瓶罐子就是你获得的。不能叫我殿下，那我叫你什么？跟我父亲一样，叫我青儿就好。青儿念着有点拗口，但应该会习惯的。那你先去练拳，我还要转职。好，我会留在这里守着你，哪怕你不知道。孟辰还想让叶安转战策师吗？哪有，一切都看叶安自己的心意。况且，既然叶安有双天赋，那也不需要着急。叶安什么时候想转战策师，就什么时候转。转职之心会攀附于天赋符文之中，重新转职需重修。但叶安有2个天赋符文，可一份转拳师，一份转战策师，2全其美。是你的第2天赋，对吗？再给我展示一下。刚刚你所展现的天赋只有力量加成，我传授过你一份关于尽力的拳法，有锻炼吗？我已经能做到连出88拳了。需要多长时间？5秒。达到40拳后，我会开始闪避。别发愣！你的天赋不能增强速度吗？我的天赋就是增强拳意，增强拳意的天赋很常见，远不如多生手臂等天赋实用。增强拳意最佳的天赋名为拳神，极限能增加2.5倍。对，你的倍率是多少？但我感觉无上限。
增强多少取决于我消耗多少体能，蓄力多久。你说什么？倍率是多少？消耗多少体力就多少倍率，无上限。什么？来，不用天赋，用最大力量以最快速度打我一记直拳。这一次开启天赋1倍半。好，有点意思了，2倍，才这么快？可以，2.5倍。88拳可是要打接近3分钟。这太慢了。战场上没人会3分钟站着不动让你1倍半的，15秒。这个进阶选择如何？我也在纠结。这种模式理论上可以直接提升我的反应效率，可我这个天赋还有另外一个特性，体能越强，蓄力越快，所以我一直在体力之术与权益汇聚间纠结。我仍然建议权益汇聚。为何体力之术成长到大后期能给予我的体能非常庞大？这是一个可以滚雪球的天赋。要想滚雪球，首先你得有个雪球。叶安，你并不知道当代的天才是什么水平，即便是那位健康的贵族，都未必是最强。叶安，你现在在我眼里毫无任何实战能力。你的梦想加成不少，可你要横向对比其他天骄。李贺你应该见过了，无限剑之。殿下，冰皇帝，你表帝业少书，万物直换之书，首席大将张纵横的儿子张子模，神王体。像这种水平的天赋，人界这一代还有100多位，你打得过哪个？你第二个能力还是蓄力性，在单兵作战中几乎没用，你还选这个？少年，你太自负了，不要天天想着猥琐发育，等我后期。资源争夺战快开始了，你这个时候争不过他们，以后你也争不过。那些极其罕见的顶级天赋，在前期就能彻底压制我的梦想。这一代的高手实在太多了。原本的能力可以让你拥有大海般宽广的体能，可唯有这种技巧能让你打出巅峰音。没有人会跟你比体能，大家比的就是上限。对于最宽广的大海，人们会很欣赏，但唯有最高之巅才能让人们仰望。所以呀，你明白了吧？你脑袋里面装的念头绝不应该是猥琐发育，而是一骑绝尘。你的梦想本身就是大后期天赋，第二天赋也属于后期。您说的对，我要在故事的开始就一骑绝尘。转职之心是我要给予你的东西之一。我之前还说了，我会在转职之心里添加一份额外的技能给你。与其说是一份技能，不如说是一本全修武学编年史。这本书非常庞大，你可以在里面看到无数拳师，或大人物或小人物，每一个都值得被记载。有的可能已经走了，有的可能还活着。他们有很多不同，但却有一个相同之处：这些人迄今为止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双拳。编年史上有太多名字，他们的手掌被血雨焊磨的如铁，却依然举了起来。他们对于人界而言是无名小卒，可对你来说不是。在你领悟这本书的时候，你便继承了他们的命运。你能清楚看到，整个人界所有拳秀为了这一双拳头走了多少崎岖与弯路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。那么开始吧。张叔，人界从古至今最强大的拳修是谁？我的老师，天赋就是拳神，大家都叫他拳神。他强吗？
我的老师在3年前与第一长城的第一战西战死。这气窗是渐渐最小，参战者境界大多不高，是天才选手初不了解战场的最佳选择，所以也被称之为天才坟场。第一长城最大，大的无边无际，是一座横贯5座星系的环形大陆，包围着人界北方。左轨界、魔界隔岸相望，够大才够强者施展拳脚。人界的至强者们都聚集在那里。第一长城第一战区也被称作为真名墓地。那边的入门要求就是9境之上，神境。我的老师是古往今来唯一一位9境之上的全修。虽然我们都说他是历史最强，可前前后后全修的历史也就几千年。因为曾经人族在诸天挣扎的岁月里太弱没用，人族资源极其有限，不会浪费在一双拳头上面。直到3000年前登基之战落幕以后，人族走上了山巅，坐上了王座之一，才有足够的资源拿来培养用的全修。所以你不要觉得他很讨厌，这世上有人在享福，那就势必有人在享福。练拳本身就是一种享福。迄今为止，全修的战转连正数都还没达到。资源与战功的转换率，每个记录在册的军人都有专属档案数据，杀了多少敌人，用了多少战功皆有记录。兑换资源所用的历史战功总数为分母，杀敌战功为分子。比如100战功，杀了300战功的敌人，战转就是300百分比。全修平均战转是65.6，战策是平均729，而孟辰个人的战功转换率达到了3099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是巨型战区。孟辰的战转在如今的巨型战区榜上排第3，历史第128。没错，一直以来他经历了137场战役，无论面对怎样的敌人，他从未败过。虽然没踏入神境，但在1到8战区，他就是神，而我只有260个百分比。如果我只是个普通的弓箭手，这数据还能算在平均线上，可我是孟辰的弓箭手。哈哈，他们都说孟辰拴的狗都能有100%的战中，所以别觉得他高傲，他已经很谦虚了。要是我有那种战绩，路过的狗都得挨我一脚。而且我还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，我知道他曾经最想成为的并不是战策师，而是剑修，因为最酷。可他最后放弃了梦想。整个人界的平均战转数为128万，每一位战转在100以上的人都在为人界做贡献，一位低于100%的人都在吸人界的血。所以说难听一点，我们群修就是在吸他梦前的血。那张叔目前人界战转最高的人是谁？大元帅呗。没有这个排名。为什么？倘若有一天大元帅去世，你觉得他与叶天问应该谁排前？祖先？不对，大元帅后来还在一直建功立业，所以就是这种感觉。历史排名是没法排的，别看这只是一个数据，但牵扯太广了。大家都是为人族做贡献最多的人，他们的贡献根本无法用数据衡量，所以才有史诗之章。史诗之章代表着最高荣耀，超越战转这个数据，与历史上其他为人族做出丰功伟绩的伟人共诉盛。精神意志与天同寿，位置则按照时间顺序排名。讲道理也应该如此，毕竟没有前人的付出，就没有后人嘛。唉，史诗之章，那是每个人的梦啊。那现在人族战者率最高的天骄是谁？他们的战转目前都不好看，非要说最高的，应该是神王体章世魔177，第二是李贺175。我将近他们的2倍，326百分比。不对啊，今天礼堂还跟我说，李贺的战功数是我的2倍呢，怎么会这么低？资源能一样吗？你从小用的是超凡机，他们用的是无限机。
无限级在战传数据里价格是超凡级的10倍，也就是他们的分母比你大10倍，占钻石比你低，但总量肯定比你高得多。但话说回来，占钻高就是高。我想他们应该不知道你，倘若他们知道存在一个转换效率远超他们的顶级觉醒者，绝对会坐立难安。好了，转职结束了，来吧，试试你的新力量，看看你现可以蓄力的倍率是多少。好爽！啊，2倍多，2.1倍差不多，太爽了！这就是力量的感觉。汇聚意志才是你的核心技艺，我都害怕你意志不够充盈。是啊，我现在蓄力速度变快了。感觉莹莹已经接触到我天赋释放意志速度的极限了。越好的天赋潜力越大，可能你现在还没有把你的天赋开发好，后面慢慢开发。对了，你的天赋是什么？我没认出来。天赋图鉴里没有，检测仪也测不出来，说明人族没出现过这种天赋。我自称为至高之权。你真假的？测不出来。人族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只关于权益的天赋，是不是意味着全岛的天空要亮了？来，全力一拳，让我看看你的至高之拳有多至高。这里太旧了，一拳下去会震裂环境。哟，这么嚣张？你别管那些，只管出拳。出拳！殿下不会死的。先出去吧，我让土系建筑修复师过来处理屋子。一拳于波震塔木屋，连门外公路都出现裂缝，从没见过这样的全修。世界之巅的舞台上，一定有全修的一席之地。在叶安走向巅峰的路上，必须有人先撞开前路。哈哈哈，这一拳很高，好好练拳，我在第一长城等你。不想动了。我背你回家。无限级杀了你，战转应该就能超过张世魔了。仅仅排第2，真不舒服。住手！魔尊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？梦辰，2份9进无限级资源，放了凯尔斯。李贺，你自己抉择。其天价资源需要极大勇气，李贺的选择对人族极其有益，对魔族则是重创。人族与魔族的底蕴本就不在一个量级，
魔族是宗族制城邦世界，2%的宗族强者掌控绝大部分资源，富可敌国。现在我的战转是当代无限级最高的了吧？180百分比，超越了张世魔的177。可还有另一个人拥有326百分比的战转。何人？他从小到大用的都是超凡极净化液，分母比你低。没人愿意用无限级资源培养他吗？他自己不愿意。他神经有问题。难道你不是同样有着非比寻常的执着吗？宁愿这样，也不愿意握剑。你这无异于自废武功，现在转还来得及。对了，那个300多战转的人叫什么名字？叶安，你未来最大的对手之一，是吗？我今天路过天水城，遇到了一个人，好像是个女孩，她体内有极其磅礴的病。这个人很强，我为什么从没听过？关于这个人，你就不要多了解了。你们以后未必会碰面。不过，叶安就在他身边，两个人形影不离。你有注意到吗？他身边的就是叶安，他身边有人吗？实在想不起来。你练了一个晚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也是，你不用睡觉。你温度上来了，应该可以吃熟食了吧？哎，好像可以。当年父亲似乎见过一位神秘大人物，是人族守护神之一。我18岁来找叶安，应该是那位大人物的意思。算了，他这体质反倒得担心面汤结冰。我一直觉得他日子难熬，连睡觉都做不到，可此刻才明白，我或许连他1/1000的痛苦都感受不到。原来是这种感觉，好好吃，真的好好吃。你饭够吗？不够，我要吃10碗，都不一样的，马上。赞美天明先生，赞美叶安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今天要吃个够。35度，吃点饭就能回暖。不管了，他想吃就继续点，火锅、烧烤全部给你整上。那你慢慢吃，我突破了。好。灵府碎裂本是神仙难救，谁能想到破镜就是灵府碎裂重组的过程？这场面无论看多少次，都让人心生敬畏。净化液不是上天赠予，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。无数年里，每一位推动修道进程的人都是英雄，他们大多没留下名字。虽然在梦境中体验过无数次死亡，可此刻看着他，更确信自己连世间最痛的事都没经历过。未来道阻且长。打出5000金力很轻松，蓄力就行，但我的目标是不蓄力也能做到。一拳没打满就爆了，这就是无限极净化液的魅力。基础力量翻了1倍不止，至高之拳释放拳意的速度也加倍，还能瞬间汇聚2倍多的力量，这才势利滚利。刚破境，得赶紧买新的修炼资源，加强拳意汇聚，多准备修炼材料。目标很明确，入学前3境都达到第4境中期，单修的同龄人起码是第4境大后期或第5境初期。你有朋友？我没有。哦，那是谁？不知道。有事吗？我不认识你吧？是，以前不认识，但现在认识了。我叫林宙，天水高中的全年级第1。就是你偷走了我的高中联赛参赛资格，对吧？我不喜欢用偷这个词。哼，
说开，超级联赛参赛资格原本是我的囊中之物，现在你想说什么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把资格还给我。叶安啊，林宙是不是去找你？对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毕业大会开完，林宙得知联赛资格已经没有以后，一直在发脾气，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就把您的位置给了他。知道了。林宙是个好孩子，都怪我没有提前与他说这件事，让他最后一天才知道真相。这个资格从来都与你无关。很抱歉，我在3年前就已经跟校长达成约定，并且我的学籍也是天水高中，这个资格能者得之。四桥，你觉得你能做到吗？人家超级高中联赛聚集着全人界2亿所高中的最强学生，每一场都是淘汰赛，输一场就结束，要连续赢128场才能进4强。我这是 SS 级，这一代 SS 级天骄不在少数，随便遇到一个都打不过，最多只能冲到前5000强。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人。在无限级面前，我不过是一只随手就能拍死的苍蝇。这个名额从来都不属于我。宙哥，怎么样了？宙哥，你怎么……我之前还答应过要带大家去联赛现场加油的，甚至连旅游计划都做好了。要去吗？是某位人族天骄，天水城里除了我，只有他了。会是叶安吗？去，这不就送上门来了？你好像很喜欢吃辣。就是那个麻辣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烫？差不多了，应该过2天就与正常人的温度无异了。走吧，出发。是他，他路过天水城，原来是去赴战。影分身，刚才都忘了呼吸，怎么会这么强？而且李贺还未全力以赴，到最后都没流汗，全程轻松写意。这特务是跟我一个年纪的人，从小吃什么长大？他要在20岁之前打破体魄武神技的记录，现在已经接近了。李贺从小在那种地方奔跑，还有其他4个1级的考验，这就是他的日常。这怎么会是10几岁孩子能承受的？在我眼里，你没有任何实战能力，你也根本不明白你对同龄人有多恐怖。这一代的人杰天骄不做人的，不会再被这些话吓住。李贺一直在说追光追影，他要天下最快的速度。可再看，他的脸上都没笑容，他到底在追什么？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庞背后藏着什么？
滚出来，给我少主打一顿！如若不然，一日必踏破你们67战区的长城！要打就打，别废话。听说今日是人族的转职日，议事成人。要是那些孩子在今天失去自己的父母，这样吧，让鬼灭出来，一分高下，也分生死，就不杀你们那群孱弱的士兵了。老子守了这座长城10年，天天听你们念叨着要破城，听了几百遍，说话跟放屁一样，这就是魔族，真垃圾！开战！就现在！全军听令，列阵！你让鬼灭出来！我已经通知了鬼灭，他马上就到。等着吧，就凭你那3两下功夫，别被鬼灭打死了就好。我已经查过了，他的天赋根本没有什么实战能力，你应该祈求他别被我打死。出了意外，这些学生誓不随。礼堂今天怎么回事？你昨天也听张叔说了，梦辰也是求成心切，没有坏心眼。叶安，聊聊。就在这里吧。没事，你们单独聊。我想逛逛长城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失去这些人类的基本能力，要多记着，就算没能战胜命运，也不会那么遗憾。我的妈呀，有仙女啊！对方要找的是鬼灭，他找鬼灭大哥干啥？你说对方找谁？鬼灭呀！鬼灭！达西多，你有信心吗？有。他虽天赋为5魔将，但现在境界太低，身躯只能承载2份魔神将之纹。魔神将是魔族前期战斗力最强的天赋之一，而你2个天赋都不在前期，你想清楚，一旦接战，没有回头路，输了就是死。魔神将天赋上限有限，但下限极高。天赋数字代表可承载的魔神将之纹数量，那是魔族神级强者的力量烙印，能召唤同境界的神级强者虚影。神级强者年轻时皆是同境巅峰，西多虽只能复原60%实力，也足以改变战场格局。有2位魔神虚影加持，加上他自己，叶安需独自面对3位强者。1打3，的确不好打，关键在于击碎西多的精神力。但你做得到吗？你的天赋目前能够进行外在攻击吗？我可以把他人拉入我的梦境。那就好，但我还是要跟你说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会让另外一个人穿着黑袍去接战。另外一个人？李贺。300多的评估数值，怎么这么慢？走，上场！这也太酷了，自己根本不敢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一个不慎卸不掉冲击力就会当场摔死。叶安难道不该直接2拳打死这2个魔神吗？恶魔族天生精神力强大 ，ES 无限级梦想天赋，精神力强度未必比我弱。见鬼了！
真是个狼头青，老子可不跟你这么玩。跟我博弈，要上吗？怎么这么默契？2.1倍的力道，竟只能将他打退，连打伤都做不到。必须以最快速度解决战斗，不能拖延。背后没长眼睛，要是感觉有雾怎么办？嚯！看都没看也能躲？每个身躯都有防御阈值，攻击力低于阈值时，杀伤力有限。看错了吗？他仅蓄力2秒，力道就翻了将近7倍，5倍基础叠加至高全天赋，太离谱了。普通人能举起100斤，700斤根本不敢想象，他2秒就能做到，这还算是人类的拳头吗？风来，我走。喂，怎么会打不住？拳头最大的劣势是攻击距离短，若敌人主动退避，很难命中；可对方主动进攻，在惯性加持下，必然能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。见鬼了，打不中吗？行。合体了吗？2尊魔神将的速度、力量、枪艺、枪法，连身躯都被他完美继承。难怪魔神将的技能这么少，他只需要提升魔神将的基础力量强度。这便是我的巅峰姿态，希望你还能躲得开。不能让他继续续下去，死！他的拳头变成了一座山，毫不讲理的撞来，不能出枪没躲。积攒的不是肉身力量，是意念。肉身力量过多会震裂躯体，意念却不会伤害自己。我只知道他的第2能力是积蓄性，却没想到能维持这么久，强度这么高。对方的长辈提出，用1份4阶超凡级元素精华液，1份4阶超凡级精神精华液，1份4阶超凡级肉身精华液，500份4阶超凡级武灵草药，500份4阶超凡级电磁元能波，来换西多的命。他脾气比较不好，但也有可能是你的价开得不够高。总之很遗憾，你的儿子死了，你哥哥都不是我的对手。你想跟我碰一下，不要命了。西多还有个姐姐，跟你族人境界差不多，最好不要让他们相遇。我的族人说，要想杀他，你得多生几个比西多有用的人，一个不够打。一是易安的无限蓄力天赋太过逆天，堪称真正的无限极；二是易安与李贺身上的极致血性，与自己这种极致功力的人截然相反。
让我忍不住心生欣赏。怎么样？未来可期，无法威胁到你，你觉得呢？也是，叶安蓄力需要时间，以李贺的速度，叶安别说蓄力，恐怕连跆拳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份天赋上限极高，下限极低，成也蓄力，败也蓄力，难道就没有其他作用了吗？路终究要他自己走。有事吗？随手摔一张纸票都有这般威力，真是可怕。看着他们的大天才被斩杀，没人出来拦一下吗？嘿，小屁孩儿，你们没听说过吗？第7长城最小，被称之为天才坟地。你以为他能在那场浩劫中幸存？如果那些邪恶存在真的动了杀心，谁能拦得住？你觉得对方有顶尖战力，难道我们就是弱者？在这片土地上，唯有信义重于泰山。踏入战场即是命运的搏杀，对手只要干一次，整个种族的信用就会崩塌。没人愿意跟没信用的人谈生意、谈合作。在外界眼里，魔族就是一个整体。不过对方这次还算克制，昨晚死了个天才，今天又死了一个，都没越过底线。但别高兴太早，如果今天那位打不过对手，我们也不会去救人。真棒！来一下。走。天水高中这一届最强的选手，果然玉树临风。谢谢您，长官。我是想跟你说说关于超级高中联赛的事情。啊，您参加就好了。对了，您记得吗？我们见过，那个坑货是你呀。我不知道您是鬼面，如果知道的话，一定不会跟您争那个名额。毕竟我太清楚你有多强大。只是您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执着于参加联赛。我顶了天也就拿个5000强的名次，毕业分数加个20，作用不大。您从来没来上过学，所以您不能理解我对这所高中的感情。所以我一直希望为这座母校留下些什么。这所学校从未拿过前1万以上的名次，我想破个记录，我想让大家知道，我非常感谢大家这3年的照顾。我作为最厉害的那个学生，会用尽全力为天水高中这4个字争取最大的荣誉。只是有些遗憾。谢谢您2年前救下我，我对您只有尊敬。白天的事情，我很抱歉，对不起。我从未想过，您这么优秀的天骄，竟然离死亡这么近。有军人说，如果您今天赢不了，没人会救你，您会死在这里。我也不废话。白天你离开后，我查了一下超级联赛的规则，写得很清楚，可以再选1人作为替补参赛，但最终奖励不变，只要有1个人输了，2个参赛者全部淘汰。5000强，你说的，你打前面的比赛，5000强后让我接手，前面的对手太弱，整个赛程又太长，我没那么多时间浪费。今天报名，5天后开赛，记得带着你的同学跟女朋友去神兽域参赛，所以你不要输。2年前坑过我1次了，现在我看看你有没有进步。万一呢？淘汰呗。男人要稳健啊，你这样搞很不稳。我的天赋是什么？梦想咋了？没事，为天水高中而战是你的梦想吗？是我一直以来期待的事。参赛不算，打到5000强才是我的梦想。很棒啊！击球人呢？你怎么没声啊？我飘着呀，想吓你一下，没吓到。你飞过吗？只能跳，不能飞。谁说的？我刚刚撞了几团云，可好玩了。哇，飞得再快一点！好嘞，上手！1
最快的速度攻击我！准备一下，要离开天水城了。好。明天早上启程可以吧？安儿即将远行，你们不必为我担忧。叶安这个名字一定会响彻诸天，即便你们在另外一个世界，也一定能听到。你们一定在祝福我吧？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你很难过。还好吧。好了，练拳，练完睡一觉启程。这关系到我的一张底牌，有了它，我才有自信傲视群雄。破镜再说，其他随缘。还是睡不着吗？不困。这就是边境军人的待遇。这颗星球看着太吓人了，走在上面会死吧？各位乘客请注意，飞船即将降落在渔火星空中基地，不愿下船的乘客请在此等候返航，此地凶险，务必量力而行。小伙子，你这么年轻，还有这么漂亮的老婆，在空中基地看看就好了。谢谢关心，船长。他只是我朋友而已。骗谁呢？朋友跟你来送死，还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感觉怎么样？没有什么感觉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金莲，鲸鱼的鲸。殿下怎么在你身边？大元帅让他来找我的，说我是他的解药。你？梦想，您知道我？高天玉谁不知道你？所有天赋检测仪都直连人界资料总库。听说你当年脾气很差，老柳拉你去高天玉，你一哭二闹三上，吊死活不走。6年才刚破第4境，就掉队喽。这不是来赶进度了吗？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。随你们吧。我们这里是极点，温度最低，往前走到那里，温度上升1个层级，达到第4境才能承受的程度，第3个层级，第5境才能过，第4个层级，第6境，第5个层级，第7境。整个浴火星的温度分为这5个档次，第5档就在赤道，是浴火之神迹最难。再往前走，温度会降低，绕一圈回到这里，试炼就算完成。我刚才说的境界，是针对天赋一般的普通人的门槛。对于天才，就不能用这种标准了。天才就是用来打破标准的。浴火之神迹要求以第5境修为绕星球1圈，可赤道温度得第7境才能承受，跨2个大境界，难怪叫神奇。过完浴火之神迹只是一个开始，如果想继续修炼，前进方向就不是朝前，而是朝下。如果你能绕完1圈，我会带你去地底，
传闻浴火本人就生活在地心，只是没几个人能踏足那片区域。反正我肯定不行。浴火之神境其实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大境界的差距并非天赋能弥补，破境后职业强度会直接翻倍，这一点你必须牢记。更何况是跨2个大境界，所以要通过试炼，必须靠特别的手段。比如说李贺，你知道他？知道。他要凭速度穿越浴火赤道，快过浴火灼烧的速度，在被烧到之前穿过去。这不算是歪门邪道吗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你想的太死板了。说实话，打古时候起，就没人能像你想的那样死脑筋的去闯试炼。你以为李贺那小子光靠跑就能过？要是他真能成，那可就是天下头1号神速了。再说了，那个背着剑却不爱拔剑的小娃娃，人家压根儿就不是奔着磨练性子来的，他的脑瓜里就一件事，那就是练速度。那武术神技对他来说，就是跑到别的什么魔力啊、挑战啊，他通通不搁在心上。要我说，这世道最带劲儿的地方，就是想干啥干啥。可惜大家伙总爱看别人的眼色。咱们说浴火星得练这个，他们就死磕这个，多没劲！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？他是在暗示传闻是真的。行了行了，我这大老爷们儿也就这点碎碎念都交代完了。小兄弟，你心里还有啥疙瘩想问的没？有没有赚钱的项目？殿下在，你还会缺钱？哈哈哈，你这性格合我胃口，挣钱的路子肯定有啊。这浴火星地底下埋着黑火矿呢，那玩意儿金贵的很，可就是难找。要是能刨出几10块来，你往后的修炼花销基本就妥了。你身上带了准考证没？那下去吧。我们下去。哎，傻小子们，那边有电梯呀，跑那么急干啥？老柳啊，叶安那小炮仗在我这儿露头了，是挺精神的小伙子，你真不打算过来瞅一眼？传闻这里的极端热能足以贯穿躯壳，实际感受竟如身处沸腾的熔炉。你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。青年说渔火是锻炼意志力的，这火焰伤害就是精神意志，我们也不该死，说明意志力能镇压第1档渔火。来之前怕是没少琢磨，看得我这心里怪不是滋味的。瞅他刚才那难受劲儿，倒是殿下这闺女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要直接去第3档找黑火矿，你要跟我一起吗？好像有人在呼唤我。浴火之神技的恐怖之处就在这里，前路望不到头，终点看不见，不知道要走多久，只能一直前进。果然，与其他同龄人的差距已经很明显了。当年他到底为何不走？他说他走了，爷爷一个人在家，他无法接受。把他爷爷也带去高天域不就好了？那小子不愿，他根本不信任我们。他说家里只剩下他一个顶梁柱，高天域强者众多。要是他爷爷被欺负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在，他爷爷怎么可能被欺负？总之，他只信任自己的双拳。让我放弃的最重要原因是，我跟他说任性要付出代价。黄金时期错过最好的资源，他绝对会弱于同龄人。天水城是他家，爷爷辛苦了几10年，晚年不能让他搬到陌生地方，更不能无法落叶归根。我劝他让爷爷受一点委屈，换他光明未来，很值得。他说他全都要，既不让爷爷受委屈，也要光明未来。12岁的孩子，语气坚定得志的有声，所以我走了。你说他以后会后悔吗？谁知道呢？
太遗憾了，他本该风姿卓绝地站在战区顶端，做一方豪强。可惜啊。我继续往前走吧。那个呼唤我的声音越来越明显了。今年明显不是普通人，知道他是殿下，定会暗中保护。那能吃吗？有点出乎预料。第3档的温度，平常得第5境的人才能踏进去。叶安才刚进第4，在天才也让人捏把汗了。这表现已超出当代顶级天教平均线。单论意志力，当代无限级也没几人能如此轻松行走在第3档浴火之上。你很需要这个东西吗？对，很需要。怎么？我不是很需要。竟然没打起来，叶安这就随手送出去了。难道他感觉到了对方的强大，不敢跟穆狂争一下？叶安是天生的战策师，他来此地应该另有目的。或许他觉得为了一颗矿与穆狂争执，浪费大量体能会影响他的目标。有道理。不过一颗矿而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留给自己的期限仅剩12天，必须赶在超级联赛开赛前进场。你竟然还在前进，是正常第6境才能承受的痛苦。他才刚到第4境。他的精神韧性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同龄人。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？有，平日里的随性似乎只是伪装，此刻这个专注的他才是其真实面目。这性格太好了，面对第4档浴火的困境，竟无半分懦弱胆怯，反而有些兴奋。他好像在期待什么，应该是来此的目的。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，问题在于叶安已经接近极限状态了，这很危险，要不要出手？不要管他。遵命。谁的声音？你觉得这里还有谁能有这么强大？好孩子，刚刚我说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吗？知道了。若冰雪的诅咒来临，可以用您的力量抵御一次死亡，但会有副作用。你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孩子，本不应该活到这个年纪，却偏偏来到了我的面前。那您能不能把您留给我的力量给他？我要提醒你，他这种水平的选手，只能在当代有所作为，放在历史长河里，只是一颗无足轻重的石子。其实之前我与你一样，都觉得他很弱，可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了一些东西，才明白大家都被他那张开朗阳光的脸骗了。是吗？他现在不就是在借着浴火的压力修炼？唯一特别一点的地方，不过是3境同修。激情石块经天地神法磨练18年，仍活着的宝石，眼神里没有绝望，真切相信自己能赢能活。这种面对苍天无惧的心态，连我都做不到。其实，您在我身上看到的那份力量，并不来自于我，
而是他。在遇到他之前，我也与前代的天残者无异，并不相信自己能活着，甚至还认为自己本不应该出生。无需为他辩解，是骡子是马，看看就知道了。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他。他只要还在第4档，在哪修炼效果都一样，为何还要执意往前走？欲要用死亡逼出自己的极限吗？无非是想得到我力量的手段而已。跑起来有什么意义？只会更快消耗体能。这样的场景本作见得多了。进入极限状态了。还在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哗众取宠。3分钟，他当前的状态至多支撑3分钟就会暴毙。他的眼神不对劲，似乎在等待，在期待有种压抑的力量即将释放。糟了！日子就在现在！他知道自己与高天玉天骄的差距，不仅在进化业，更在教育。没人教，就自己学。这些知识足以成为当代天才的老师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与最强天骄的差距，可这些计划，每一项都近乎视死无生。想陪伴至亲度过晚年，也想傲视群雄。若想两全其美，必须付出代价。虽大概率会成废人，但我叶安不想输。他竟然想在这里浴火重生！成功则重生，失败则身死或成废人。当年也有一个叫张不凡的孩子站在这里，他从未赢过同龄人，却喊着不想再输了，找我寻求浴火重生的机会。他到底在面对谁？命运，每个人都在告诉他该怎么选择，如若不然，就会被命运抛弃。他不服。完了！啊！当年张不凡之所以能成，因为他的天赋也是火，与我同源，可以互相交融。叶安不是啊！我明明让张不凡告诉人族，这条路只有他走得通，其他人无法效仿。为什么叶安还是这么做？因为高天玉军部高层给他回信，说此计可行。谁说的？您的意思是叶安注定失败？他无法吸收我的火焰，怎么可能成功？到底是谁给叶安回的信？完了，我得想办法。难道是我当年没跟张不凡说清楚，坑了叶安？姬青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摇人。我找我妈朱雀，她来了，应该能救叶安。你这个逆子也就遇到事了才知道找我这个妈，我可不想管你。妈，出事了！有个叫叶安的小子效仿张不凡在浴火星浴火重生，可他天赋不是火，根本无法吸收浴火，现在灵府都要碎了。
听你这话，那小子是个心高气傲之人。我的确能救他，即便救下他，他的境界也不会更高，只会比现在更低。这种情况，他接受得了吗？先不管这些了，救人要紧。既然你低三下四求我了，魏母就帮你一回。您女儿状态如何？干了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伤害您的女儿？按辈分，季青算是我妹妹，亲人呢？您说是吧？父亲就是最阴狠无情的毒蛇，为了权力谁都敢杀，做坏事天衣无缝。别人明知是他，却查不到证据。大元帅脾气越来越不好了，话都不说就挂了。不过也是，叶安就这么废了，女儿的精神支柱没了，心情自然好不了。您说叶安废了？是啊，也不知道谁给他提供的错误信息，他还傻傻信了，自己废了自己，一位天骄就此陨落，真是令人哀伤。叶安出事了，父亲是主谋，是很遗憾，早就跟他说过，不要反抗那种力量，不要反抗注定的结果，你赢不了的。叶安，在你那边出事了。大元帅，叶安相信了4代人王的传说，要在浴火星浴火重生。浴火真神出生说有他在，没事。什么玩意儿？青儿，浴火真神呢？他说叶安没救了，他去向那位神圣的守护者求助了。叶安绝对死不了。可叶安也不会重生，他仍然会比其他人弱，甚至会比现在更弱。他会绝望。大人，能救吗？可以。那动手吧。要跟我说一定。叶安，还记得我吗？你被小人算计了，你这次的重生计划无法成功。4代人王的传说是真的，但有局限性。他乃火焰之属，可与浴火共鸣。你不是火系天赋，无法复制他的壮举。是我让渔火大人不要救你。命运可以改变，我们真的能改变命运，活下来。我把我的渔火分他一半。所有人后退，把一切交给叶安自己。还没死彻底，他的大脑还有一点点活性。 4代人王有独一无二的天赋，不巧叶安也有。他们是无法与火焰共鸣吗？梦想可以做到任何事情，不需要逻辑，也不需要道理，但也需要某种意志。但我只需要明白一件事：梦想可以做到任何事情。相信梦想，这个天赋就是奇迹本身。晴儿，你为什么不相信叶安呢？ 我为什么不相信他？他已经没有生命气息了。从医学上来说，他已经是一具尸体，只是身躯内部组织还有活性，迟早会坏死。都这样了还能逆转？谁知道啊？我已经拦着渔火真神了，我已经很相信他了。哼，逆子，你修炼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还是这么弱？这小子我很喜欢。 你的火焰配不上他，换我的。初次见面，叶安，你给我很大惊喜。
您跟电视里长得一样。从未想过他会这么自然。以前的孩子看到我都十分畏惧，他倒是莫名有点自来熟。姬青这么不信任我，动辄就哭就冷，要是他最后没活下去，你可不能赖我啊！你为何愿意尽心尽力地帮助我的女儿？这个世界很荒唐，该死的人不死，不该死的人却必须得死。坐在高楼上的无情者弄权完事，享尽其乐，地上的人们却要很努力才能平凡的活着，甚至一个不小心就会被高楼上的人弄死。每次看到这种事情发生，我都很烦。我要改变这样的事情。在我14岁的时候，您就在关心我了，对吧？亲爱的叔叔，我真诚地告诉您，现在我已经长大了。我知道您为我做了多少事情，我十分感谢。没有您，我可能还找不到浴火重生的方法。虽然这个方法在您的添油加醋下出现了些许偏差，但没关系。我的天赋跟你爹一样，不怕这些。并且，我还想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事情：不要再玩弄权势了。您真的没有什么战策师的天赋，跟您的父亲相比，太过愚蠢。幼稚，您一辈子都不可能证明您配做叶天问的儿子，您不配做叶天问的儿子，是叶家的耻辱，在我眼里就是个小丑。哼，谢谢你，慢走。原来叶安什么都知道，他早就看穿了，这是我布的局，可他偏偏装作不知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他就是为了这一颗逐我的心，拿捏住了我的弱点。可他为什么现在要与我宣战？不能急，一急就会犯错。我有的是办法对付那个小孩。你哥哥很优秀，浴火重生了。没死，并且所有因为进化液而导致的不足，全部被朱雀之火弥补了。你为你的哥哥感到开心，真是个好弟弟。来，不，父亲没有，我没有高兴，真的没有。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怎么一副为父会害你的样子？所以你从始至终都知道，这一切是叶无策做的。其实我只是觉得有人在插手我的生活，但不知道具体是谁。直到爷爷临终前告诉我，我是叶天问的后代，高天玉叶家想杀我，我才明白。你这么嚣张的与叶无策宣战，并不利于你的成长。虽然他无法在明面上对付，本来我不想说什么的，但季青告诉我，他打废了我爷爷的根基，不然我爷爷不会死。我跟爷爷感情很好，他害死了我爷，我必须要他的头去祭祖，不然不足以祭奠我亲人在天之灵。可你不一定斗得过他。他已达神境，第一战区战损率高达928场，还很有生意头脑，各大种族都愿意与他交易。他算是我的养子，从小到大我都没觉得他有什么问题。等我发现他真面目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为难以根除的毒瘤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叶无策敌人很多，但盟友基数也非常庞大。我也是叶天问的后人，你让他的盟友不直接插手，给我一个单挑的环境。这一点我做得到。谢谢你。不，该说谢谢的人是我。您为什么刻意等到18岁才把他送到我身边？是不是得到了某些人的授意？您属于战场杀神，官场方面却不擅长。正常情况下，应该在我12岁测出梦想那年就把季青送过来，偏偏等到他只剩下2年寿命的时候。关于这些，你就不要问了。等你站得够高，自然能看到那边的风景。只要心诚，就会有奇迹发生。3000年了，命运的齿轮终于开始逆转了。我愿将余火分你一半，助你日后修行。多谢大人好意，这团火焰我不需要，但我有个请求，希望未来您能帮我出手一次。没问题，只要不违背我底线。那您能直接帮我打死叶无策吗？
可以。叶无策不能死。其一，他死后，人界第2大商会群龙无首，人族会失去巨大财富来源；其二，他实力强横，交手必天崩地裂，并且他心机深沉，说不定在多颗星球布置后手，身死可能引发生灵涂炭。虽他罪该万死，没人能动他。那人王大人不管管？3000年前登基之战后，人王便闭关修炼，传闻在冲击更高境界，也有说他重伤奄奄一息。如今高天玉人王不管事，真正掌权的是大元帅、高天玉主与英灵殿人神，他们为何不处理叶无策，我们也不清楚。唉，这家伙可真难杀呀！现在对付西多的魔神将，只需蓄力1秒半，力量便能超越其防御阈值，30秒内必能解决战斗。我稳进5000强了，下一场赢了就晋级，对手是 SS 级天赋破釜之力。见鬼了，安哥，对方退赛了，换了另外一位 SS 级天才，那家伙又退赛了，我的对手又换了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怎么了？叶无策发力了。我今天心情好，想开个训练营，把我看中的这些孩子请来，他们可能不愿意。没关系，客气点，砸钱就行。是，第1位，就这个破釜之力的。那第2位呢？别急，是要一个一个办。你竟然疯了吗？退赛要受严厉惩罚，还会打乱整个赛场。可这退赛频率也太奇怪了，5分钟一个，接连不断。你们没发现吗？这些退赛的人，对手都是林宙。林宙，我看过他比赛 SS 级5行剑，水平中上游。他的对手也都是同级别，没必要害怕吧？怎么会排到他？完了，老是退赛啊！哎，安哥，出大事了！我排到 SSS 级对手紫电龙魂紫啸。我还有5个小时赶到，应该来得及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只是不让林宙继续打，拦不住你啊！这不就拦住了吗？各位乘客，前方传送门出现故障，需维修，飞船暂时无法航行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通讯断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是船长切断了信号源。如果只是传送门故障，他没必要这么做。只有飞船内部出了问题，才会阻止我们与外界联络。叶无策不会笨到弄坏传送门，拖住我们的办法有很多，比如说来了。那是什么？叶无策会让手下以这个名义把我们带走，关12个小时。林宙迎战紫霄，9成会输，我也会被淘汰。所有人站起身，举起双手。那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。就是他，纪云。这间车厢里没有任何魔族奸细，我以金家的名义保证。射击木狂，木狂先生，请您先离开。这里的确有魔族奸细。我杀了多少年的魔族？这里有没有魔族我不清楚吗？哼哼，木狂先生，我们只是在照章办事。我会联系我的主人，向他如实禀报此事。请便。
圣金木狂，我记住了。地狱人等立刻离开，所有人动手捉拿魔族奸细。别冲动！别废话，你能不能帮？小狂，你为什么愿意帮助对方？这让我很是惊讶呀。听说了，他叫叶安，原界里有能力做这种事的。金家家主，我是姬清大元帅之女。殿下万福金安。你是商人，对吧？只要有足够的利益，你什么都能做，对吧？事成之后，你可以得到浴火真神的浴火。我以我父亲的名义保证，只要你能追查到抓走叶安的幕后指使是叶无策，并且让叶无策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与叶安对簿公堂，那这份浴火就是您的了。果然，这一天还是来了。选错，轻则身败名裂，重则身死。选对，金家将成为人界永远的金钱世家。好，殿下，这桩买卖金某接了。我懂了，这一切都是叶安让你跟我说的，对吧？可能大元帅都不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，是吧？底气是什么？他是否连这个问题都告诉你该怎么回答了？说了，底气就是梦想。哼，这个叫做叶安的小家伙胆子这么大呀？是他在逼我站队。一个18岁初出茅庐，毛都未必长齐的小屁孩，你觉得他配吗？现在我的命与他连在一块，你觉得他配吗？你可以去问问我的父亲，必要的话，我可以现在就联系他。不必了，李贺与张世魔那边出大事了，父亲正在忙。也正因为他抽不出身，叶无策才敢肆无忌惮用他的资源对付你。这世道要变天喽！冒昧问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叶少爷，我姓周，名鄂，有何指教？周鄂，如果你现在放开我，并且跪地磕头道歉，还有命可活。我可以跟着吗？当然可以，等到我们审问完他，若无恙便能离开。3年前你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？对方什么都不肯说，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。可以用强硬手段吗？不能乱来。24小时以后，他若仍不配合，就向上面汇报。殿下，差不多了，最多3个小时，我就能找到完整的证据链条了。啊，3个小时来得及吗？难。关于你忽然换对手这件事，是有人刻意针对我。我现在被困住了，大概率会错过比赛。反正我应该是来不及的。是有小人针对你？为什么？你是人族的超级大天才，没人管这种事情吗？你照顾好自己，不用担心我。是因为我，你才进步了5000强，丢失的资源我会补给你。原来超级天才也会被黑暗注视，欲成王冠，必承其重。这不仅是我与天水高中的荣耀，更是我与他的约定。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也是最好的安排。去他妈的命运！走，入场。你要接战？我要赢！殿下，所有证据链已经齐了，我已经发给高天域最高法庭，不出意外，这我会立刻放你们走。老金，本来我们是可以合作的，你懂吗？懂。他是你爹啊，你怎么可能斗得过你爹呢？周啊，听清楚了，发生什么？不要放走叶安！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拖他20分钟，我保你踏入第8境。但法院传票已到，叶安无罪，硬留他是严重违法，会被放逐边疆。可不听命，家人就完了。少时，爸爸，什么时候回家呀？这些还重要吗？到时候别怪我没给过。